大家好，我是坤，今天和同学们聊古堡。我们在游戏初期有讲过一些关于古堡培养的内容，比如开局优先培养修炼类古堡，还有介绍破防格挡的概念等。当时的内容呢相对浅显。那最近不止一位同学留言问古堡相关的问题啊，也提到希望在古堡方面详细讲讲我的见解。那今天就和同学们分享我对于古堡系统的终身养成思路，包括筑灵身心的技巧，还有如何选择培养的优先级。教你在相同的资源投入下最大化你的实际战力以及养成优势。那话不多说 ，Let's begin。好，首先古堡种类繁多，我们先按照古堡的种类来介绍一些我推荐优先培养的古堡啊。第一重要的呢，我认为是养成类的古堡，最重要的两个为离阳灵域和聚灵玉璧啊，对应丹药和灵气的加成。无论是身心还是筑灵，都建议优先达到毕业，也就是觉醒及筑灵加8啊。关于身心的碎片呢，离阳灵玉可以从上古箱子里开，那聚灵玉璧应该是要在古修商店用天机石兑换才能满星的。那不管你是无氪还是有氪啊，这两件古堡最终都是建议升满的。那然后就是一些比如一直玩到仙魔系统开放后会出现这个 here 十方圆融坠啊，针对气运的加成，它的优先级呢会低于前者，因为仙魔在破关及境界提升获得的气运加成是挺高的。那这件古堡升满能获得的优势不会那么大，我是尽快将它换出来，但是到目前也没有升到太高。但是しかし理论上注重养成的话呢，也是建议点满的。那之后其他古堡，比如未来要开放的系统目前在图鉴中可以看到一些端倪比如这个什么轮回次数什么数量提升，什么心痕概率提升。目前无法确定它们的具体功效和影响程度的大小，但是在未来对于不同系统养成有明显帮助的古堡都可以归于这一类。那总结回来，最重要的还是丹药和灵气的两件，好吗？那第二优先的呢，个人认为是这个主动古堡太多了太多了这主动古堡，那每人身上佩戴的3件呢在筑灵上也是建议优先加8身心需要根据个人刻度和情况而酌情考虑。比如有刻度的同学推荐将人界和灵界每日特惠的2件金古堡拉满。我个人是5星了，如果不想花太多呢，也可以换出来就好。第3件，从属性上来说个人推荐天火印，法修呢是午夜火莲，但是达到5星还是需要在古修商店进行一定碎片兑换的。个人没有选择花太多天机石在上面，所以退而求其次，选择了广告剑那全满状态下，两者相差40%的伤害，同学们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是否要追求极致那无氪同学无法获取2件金古堡，势必会用到异界入侵的紫色古堡，也就是这2件。那如果使用的话呢，推荐在筑灵上优先拉满。但是这件古堡在身心上没有必要一直兑换至5星相同的资源对于无氪来说呢，还是在换出古堡之后兑换要诀，早点点出有收益的功法个人认为更优一些。好，那这是主动古堡，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基础属性类的古堡。在基础属性中，我认为最重要的3个属性，攻击、气血、真元那优先级我的推荐是攻击大于气血等于真元。那体修可能气血重要一些，法修真元重要一些，但可能玩魔法呢，你又需要一些气血的提升，对吧？那这边就画个等号。那为什么会认为攻击是最重要的呢？其实在 PVP 的环境，气血和真元的重要性不低于攻击，甚至略大于攻击。但是在 PVE 的环境中较早的获得更高的攻击，可以帮助你在各种 PVE 的奖励获取上占据优势比如妖兽追猎，怪打你是不掉血的，更高的攻击等于更高的分数比如每日 BOSS 挑战是需要拉打的，那后期不管你气血多高，都是2下就灰了，对吧？那更高的攻击在你操作得当的基础下呢，可以在限定时间内帮助破关。那万族征途也是，怪物攻击都奇高，你需要巧妙的利用控制技和更高的攻击争取破关。那例子还有很多爬塔、宗门乱斗等这个游戏有太多基于伤害获取奖励的玩法，而非需要你够硬。那基于这个概念，我们在基础属性上应该将攻击提到最高的优先级，其次是气血和真元，再来就是一些趴数的属性比如彗星倍率这个彗星抗性神通法宝的增减伤等。那该类属性也是相对重要的，
但是从优先级上来说，这一批次的古堡也会不如养成类或者攻击器械增援类重要。那推荐适当升级，但不要在早期将其拉满。那最后就是一些次要的基础属性古堡，比如防御类。那防御类为什么次要呢？我们拉到防御。首先同样的资源投入，防御类古堡只能防体法一侧，而器械增援其实也是相对提高了双侧的防御。其二为防御属性在体感上其实没有很有感，反而是其他增减伤破防格挡、器械增援等对于硬度是有更实际的感受的。所以防御类直到大后期前适当的提升即可，不需要花大价钱来拉满。那其他比如命中闪避类也是一样的概念，非主修方向的命中等就是废属性那要说的还是古堡的培养是一个长线的过程。我目前玩到混元圆满的程度，还在逐渐培养攻击器械类这些古堡。那讲完古堡种类的优先级呢，我们现在来讲筑林的技巧。好，那讲完古堡种类升级优先级的概念，我们将这个顺序放在左边那在筑林的过程中，我们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呢？那先要说的是如何在同一品类的古堡中选择当前可以为你提供最多属性的古堡优先筑林这边推荐同学们活用古堡图鉴这个可以查看你当前拥有古堡的属性上限以及满属性需要的要求去选择当前可以为你提供最多属性的古堡。我们可以看到影响属性上限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品质上限呢一般为红大于金大于紫大于蓝。那在被动属性达到要求且筑林所有品质的古堡星辰消耗相同的情况下，理应优先筑林高品质的古堡。然后就是满状态的要求可以根据你当前的生效数量大致判断你当前可以达到的属性。当然因为升星的影响古堡属性从一星至觉醒呢还会有10%至80%的浮动，但也可以根据简单的算式去进行一定的推导，结合上限以及生效要求，大致获得一个优先级的排序。那一般较为容易达到生效上限的古堡呢，有这个机缘，然后天命然后异界击杀等。那这边有一个小 tip， 攻击属性的机缘、天命、异界击杀是紫色的它们的上限至高为190万的攻击，而器械增援类呢这些就是金色的之前我还没有 OK 那金色的在同属性换算上大概就是2倍左右的上限，所以拿法则类的攻击古堡来说，同星的情况下法则达到1000级就可以和紫色满状态的攻击古堡持平。当然紫色古堡升星相对容易会有一定的升星的这个被动效果优势。那在法则古堡只有3星的情况下呢，在1200级左右也能和5星的天命机缘持平。所以在攻击古堡中，法则类的优先级会较高，而增援器械类会稍低一些。所以就像刚刚说的我们需要综合的去判断这个品质的属性上限和生效数量，好吗？那还有比如固定属性的橙色古堡，比如这个持销剑上限是191万，大概法则的一半。包括这个器械也是9品连台2.05亿，而法则机缘天命这些呢都是4.09亿4.12亿这种。那比如一些靠这个制作金色法宝装备这种数量的都是比较难达到满生效的。好，那这边就不多举例了，我们回归正题。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左边资讯卡升级的古堡种类顺序，以及同一品类古堡活用图鉴选择升级顺序后，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最后有相当重要的一点，在同一品类古堡升级时，不要平均筑林这边就不得不提一下之前 po 文的内容了看过的同学就陪我和没有看过的同学再过一遍吧。先说结论筑林建议依次将每一个古堡筑林至当前境界的上限特别是加7之后，筑林等级在破虚反虚前期最高加7，后期最高加8，混元合体前期最高加9后期最高加10。比如在混元合体前期上限为加9的情况下，你的法则类大概平均是加7的状态，切记不要按平均加8一个一个加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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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
平均加9的方式升级，而是依次将每个古堡连升2级至加9。为什么呢？首先加7后一路筑陵至加10需要消耗的红星辰为100、125、150，为少量的线性递增。而属性呢，我们举个例子，一个3星的法则古堡攻击的加7至加8增加79点攻击加8至加9增加569点攻击，加9至加10增加461点攻击这道加8至加9的鸿沟大家看到了吧？在只多消耗25星辰的情况下，属性反馈给你的 CP 值不言而喻。那资讯卡这边3星法则古堡攻击的一个从1星1到加1到加10这个数据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大家切记按照依次将每一个古堡筑陵至当前境界上限的规则来进行筑陵不然平均升级的这个同学可能在同样的资源投入下，莫名其妙的被科学筑陵的同学吊打，好吗？好，那最后要说的是，优先级高的古堡需要依次拉满，那优先级相对低的呢，就不要管了嘛？也不是，这边推荐可以适当筑陵最多培养到加5左右但不推荐超过加5了，因为加5呢最多消耗30个金色星辰在资源消耗和属性反馈上是一个比较折中的状态。好，那这就是关于筑陵的技巧了。下面我们来讲升星。好，升星相对筑陵会简单一些同样按左边资讯卡的底层逻辑来升星呢，是不会出差错的。这边会更建议优先升星属性和自己主修方向破防格挡重合的古堡，然后再是依次将筑陵优先级低但提供主修方向破防格挡的古堡，最后再慢慢升级辅修方向的破防格挡。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还有好多这种法术破防格挡呢，都放着没有去升这个需要慢慢等候期资源开始溢出的时候再慢慢去堆起来的，好吗？那最后还有一个套装的概念，那看到套装呢我推荐优先将它们全部拉到3星这个我每次在活动的影片的时候多少都有提到比如这些都是之前的活动古堡，那套装属性都是比较优秀的。那觉醒呢是我玩到目前都没有达到的资源阶段那升星的核心概念服务于左边资讯卡的顺序，然后是主修破防格挡套装，然后是最后才是这个辅修破防格挡，很简单。那最后提一嘴题外话比如这个有些那个双卡的古堡大家记得吗？就是什么季卡月卡这儿对这个东西其实你不急着去给它筑陵升星，因为在你升级的时候，你之前所有累积的双卡收益都会按比例返还给你，所以不会有损失。在你缺钱的时候去升一下就好了甚至可以当做一个存钱的概念，把它当做你的小储蓄罐，好吗？好，那今天就是关于古堡培养的分享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欢迎你为我点个订阅，我很想要你们的陪伴。如果关于今天的内容有什么疑惑的地方呢，欢迎留言给我，我一定尽我所能为你答疑解惑，好吗？那今天差不多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